好，上期视频呢，我们演示了如何在12代的小主机上实现 SR-IOV 虚拟核显多路输出。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在 PVE 上实现核显直通 HDMI 输出画面。本来之前呢是想教给大家如何自己提取 VBIOS 的，但是在12代的小主机上一直出错。在这儿呢要鸣谢一下爱折腾的老高，因为最后搞不出来呢，跟老高沟通了一下。最后发现12代的小主机在 UEFI 的引导下是需要手动提取的，而且呢后续需要修正。那所有的那些自动化的工具呢都提取不出来，而12代以后的 CPU 都砍掉了 CSM。你想用 BIOS 的传统引导方式呢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呢是厂家在 BIOS 上自己下功夫。那这期视频呢使用的是老高提供的5105的通用的 VBIOS， 那它可以安装在 N 系列的多数机型，但是呢会有概率出现花屏的问题。如果屏幕面前的你并不在意这些小瑕疵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下面的内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带着大家玩虚拟机的金水。好，在这儿呢，我们还是默认一个新安装的 PVE。那本次演示的小主机呢是 N100， 那当然12代其他的机型呢也是同样适配的。好，我们来到 Shell， 我们来替换一下国内的源。那这里呢我们会讲的比较快，想详细了解的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自带的源备份，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自带的源注释掉，然后添加清华的源 Ctrl X 加 Y 回车保存退出。接着呢我们要编辑企业源，把原来自带的源注释掉，然后呢添加清华的源，然后呢保存退出。然后呢我们需要更新源数据。接下来我们输入这段代码，安装依赖，接着安装一下英特尔的 VMA。大家可以打开清华源的镜像服务器，找到英特尔的 VMA。目前的最新的版本呢是3月26号发布的这版。那接下来呢我们输入这段代码进行下载。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它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重启一下 PVE。重启完成之后我们输入这段代码，查一下安装的结果。那出现这段呢就代表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最后我们升级 PVE 的内核，这里首先更新一下配置，接着输入这段代码升级内核。出现这段代码呢表示我们内核升级完成了。接着我们重启 PVE， 基本设置已经设置完成之后的，我们就接下来进入 PVE 的直通设置。首先呢我们要编辑一下 Groove， 在这段代码后面添加一下直通命令，保存退出。完成之后呢我们要更新一下 Groove 配置。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其他设备的直通。进入编辑页面，把准备好的代码贴进去，然后保存退出。这里呢我还需要创建一个配置文件。接下来我们需要刷新一下这个文件。然后呢我们重启 PVE。重启之后呢我们来到 Local， 点击 ISO 镜像，点击上传，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系统和驱动都传上去。接下来呢我们创建虚拟机，名称这块呢我们输入 Win10， 然后点击下一步。操作系统这里呢我们选择 Windows 10系统镜像，类别这里呢我们选择 Windows， 版本这里呢我们选择2019，然后点击下一步。系统这里呢我们选择默认， BIOS 呢我们选择 UEFI， 存储这里呢我们选择现有的就可以了，然后点击下一步。磁盘这里呢启动我们选择 SCSI， 磁盘的大小呢最好是在50G 以上，那我们这儿呢就直接给到100G， 然后点击下一步。CPU 这里呢核心的情况呢需要根据自己的 CPU 的情况来定，我这里用的 N100， 它的核心呢是4个核心，那我就直接给满。那类别这里呢我们选择 Host， 然后进行下一步。内存这里呢 Windows 最少是 4G 呢，所以说我这儿可以到4096，那么如果你的内存有富裕呢也可以给到 8G 甚至更多。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网络这里呢模型我们选择虚拟化，然后点击下一步。确认无误之后呢我们点击完成。我们点击刚刚创建好的虚拟机，添加一个光驱，这里点击添加，选择我们之前上传好的驱动，然后点击确定。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选项，引导顺序这儿呢需要换一下，我们把 Windows 系统的镜像呢拖到第一位，驱动呢拖到第2位，然后呢点击确定。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控制台，点击开机。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别的系统的镜像呢，有概率呢是正常启动的，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出现这样的画面呢，说明你的启动的 BIOS 是不对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关机，然后来到虚拟机的硬件，我们把 BIOS 从 UEFI 改成 C-BIOS。接下来呢就可以正常启动了。然后我们来到控制台，点击启动，点击 ESC 进 BIOS， 我们来到预设，回车进入，看到安全启动选项，然后我们点击回车进入。我们在这儿呢要把安全启动关闭。首先呢，我们要把光标移到这个 X 这个位置，然后摁2次空格就可以取消这个选项了。退回到主页，保存，重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 Windows 的安装过程了，在这儿就不多啰嗦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重点，如果没有硬盘直通的话，在这儿呢你是找不到硬盘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安装一下驱动。我们点击浏览，找到我们之前添加的驱动，然后往下拉，找到 Win10的驱动，在下面的菜单里找到我们这个对应的驱动之后，点击确认。这样呢，我们之前分配的硬盘就可以显示出来了。然后一路下一步。双检完成之后呢，我们安装一下网卡的驱动，然后来到我的电脑，打开上传驱动，找到 X64 的文件后缀，双击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打开远程桌面。在这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找到本机的 IP 地址，那记录下来，然后关机。接下来呢，我们上传通用的 VBIOS。在这儿呢，我们使用的传输工具是 Final Shell，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终端，也是可以的。接着呢，我们找到这个目录，然后把准备好的 VBIOS 呢传到这个根目录里。接下来呢，我们回到 Windows 虚拟机，把核显跟声卡都添加上，显示改成无。修改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到 Shell，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Windows 虚拟机的 config 文件。在这儿呢，一定要记得输入自己对应的虚拟机的门牌号。因为我在这儿只有一个虚拟机，所以说我们的门牌号是100，在这里呢需要改成100。然后呢，我们进入编辑，在开头呢，我们在这儿加入这段代码。接下来在核显的后缀呢，要加入这段代码。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个 U 盘来装我们下载好的核显的驱动，然后我们只要把它插到主机上。那么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你也可以直接在英特尔的官网下载。我们来到虚拟机的硬件，我们在这儿需要添加鼠标、键盘和声卡以及我们的 U 盘。然后呢，我们需要点击开机，来到远程桌面。我们在这儿呢需要把电源的设置更改一下，关闭显示器跟休眠状态都改成从步。修改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要安装一下核显驱动。打开我们之前准备好的驱动，双击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关机了。接下来呢，我们使用 HDMI 线接触另外一个显示器，然后呢，我们重启虚拟机。那如果你在开机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花屏，这个呢属于正常现象。为什么说是正常现象呢？那这个就是用通用的 VBIOS 的一个小瑕疵。只要我们重启一下 Windows 虚拟机呢，它就可以正常输出了。好，我们看一下在油管上播放 4K 的视频呢，是流畅毫无压力的。声音呢也可以正常输出。本期视频使用的 BIOS 呢是11代的5105的通用的 VBIOS， 那它可以通用安装在12代的小主机，但是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那如果后期大佬研究出更好的方案呢，还请不吝赐教。希望这期视频呢在你直通显卡的时候呢对你有一些的帮助。视频相关的文件和代码呢我都会放到视频的说明栏或者是评论区置顶，那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取。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或者是有帮到你，那么麻烦大家给个3连，也希望大家去多多关注爱折腾老高的频道。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